这是首个通过离散扩散模型实现的通用框架，它同时覆盖全部7大神经编解码任务，包括大脑信号到图像文本的双向转换，以及图像加文本到大脑的编码任务。核心采用离散扩散模型作为统一桥梁。首先，左侧大脑信号被转化为数字矩阵，右侧输出视觉重建和对应的文本描述。这一设计打破了传统单任务模型的孤岛。MindOmni 实现了3次核心突破。它抛弃了传统单一任务模型的局限，首创统一7个大脑视觉语言任务框架。核心技术创新是大脑分词器这个关键模块，以及那种无视序列顺序的离散扩散机制。双重突破不仅刷新多任务统一性能 SOTA， 更使模型成为探索认知的计算试验台。这彻底改变了神经活动的计算建模范式。传统脑机接口 AI 大多是偏科生，它们只能单向工作，要么图像到大脑，要么大脑到图像。换一个任务就必须重新训练整个流水线，这导致不同神经任务之间的协同潜力被完全忽视。旧架构往往依赖冻结预训练模型和特征映射器，每个任务都需要从头搭建独立的处理通道。这种孤立范式限制了模型的通用性与效率，因此打破任务孤岛成为构建统一框架的首要目标。统一框架面前横亘着3座大山。第一座是输入抑制性不同个体的大脑解剖结构差异巨大，神经信号无法像图像那样在像素级直接对齐。第二座是模态鸿沟，连续的脑电波与离散的图像文本之间存在难以跨越的语义代沟。第三座是任务依赖未知，各种编解码任务的深层耦合关系对 AI 而言仍属黑盒。这3座大山正是统一建模必须攻克的根本障碍。中心是一个共享语义空间，大脑信号、视觉图像和语言文本通过双向箭头紧密连接在一起。这个空间允许任意两者之间的自由转化，甚至支持3种模态同时生成与理解模型，不再局限于单向编解码任务。它真正实现了从专才到通才的范式跃迁，这为统一神经建模提供了核心桥梁。碾压级的能力矩阵展示了7大神经任务上的模型差异。编码类任务包括图像到大脑、文本到大脑及其联合；解码类任务包括大脑到图像、大脑到文本及其联合生成；高阶推理则是全新的大脑问答任务，简称 BQA。MindOmni 在所有7项任务中均获勾选，表现全面。其他模型如 MindEye 仅覆盖部分编码或解码任务，所有其他模型均不具备大脑问答能力，差距显著。这一结果证明了统一框架的多任务协同优势。核心技术一采用 MNI-1512 标准空间配准，这种方法将不同大脑统一到相同坐标系，它彻底消除了解剖结构差异带来的对齐难题。模型不再需要为每个受试者单独训练参数，模型因此具备了真正的跨个体扩展能力，这是构建通用多任务框架的基础支撑。不同人的神经信号可统一在同一坐标空间，这一预处理步骤极大提升了模型的泛化性。大脑分词器将连续起伏的 fMRI 信号转为离散 token， 这些 token 相当于 AI 能够识别的离散单词。输出后的 tokens 与 VQVAE 和 CLIP 编码结合，这一设计实现了跨模态语义的精准对齐，同时保留了底层重建保真度的关键细节，在保真度与语义一致性之间取得平衡，从而弥合了神经信号与外部模态的鸿沟。这项技术是跨越模态鸿沟的核心创新。离散扩散框架是实现无序统一生成的核心技术，它打破了传统自回归模型的严格顺序依赖。旧方法需按固定时序逐步生成，无法并行。新方法利用排列不变性，允许任意模态同时去造。掩码矩阵中，大脑信号图像块、文本块随机填入，不同模态能在同一时间并发地并行生成，这为观察多任务协同提供了绝对必要的前提。离散扩散框架是统一生成架构的核心引擎，核心模块统一调度编码、解码与推理任务。编码方向将图像、文本或两者联合输入映射到大脑，解码方向从大脑信号生成图像、文本或两者组合。顶部的大脑问答循环负责高阶推理任务。这7大任务完整覆盖编码、解码与推理场景，所有数据流通过共享语义空间进行对齐与生成。离散扩散机制确保不同模态可以并发并行去造，这一设计让框架同时具备编码、解码与高阶推理。MindOmni 推出全新高阶推理功能 BQA，
它能根据大脑信号直接回答3类复杂问题。以飞机照片为例，模型先完成简明描述，回答一架飞机在天上，准确概括画面，接着生成详细描述，包含颜色与背景信息。例如，白色螺旋桨飞机在橙紫色落日中飞行。最核心的是，模型具备逻辑推理能力，它能判断画面里人物穿着黑色冲浪服。模型能从大脑信号直接重建出清晰的视觉图像。披萨的真实照片与生成图文里形状高度一致，冲浪者的姿态和海浪背景都得到准确还原。飞机的白色机身与蓝天颜色被精准重现。这3组例子覆盖了披萨冲浪者和飞机3类刺激重建图像，不是简单像素对齐，而是语义理解。这说明模型抓住了大脑信号中的关键视觉特征，视觉解码的实用性和可靠性因此得到验证。语言解码与问答能力验证模型读懂大脑深层逻辑。针对冲浪者图片提问，模型回答：人在湖中央骑冲浪板。针对钟楼提问，模型准确说出塔上有2个金色钟。模型不仅解码像素，更理解了数量对象与复杂动作。这意味着模型超越了传统图像重建，具备认知推理。这种能力打通了从神经信号到语义理解的通道，它为更高阶的脑机交互提供了可能。当然，其表现依赖训练数据的覆盖范围。孤立解码文本任务时，模型常出现明显错误，例如斑马图片被生成了语法混乱且低质的描述。联合解码图像与文本后，结果则准确且完整得多。模型同时生成高质量图像和精准文字描述，底层特征互相补充，显著提升语义提取质量。这就是多任务协同效应的核心价值所在。并发训练和推理能有效打破模态壁垒，大脑信号的语义被捕捉得前所未有的完整。模型在底层像素与高层语义之间做出了明确而必要的权衡。大脑分词器的压缩机制会损失少量底层体素保真度，但模型在语义空间实现了全面超越与显著领先。高层语义丰富度指标远高于传统的专家模型。这种牺牲并非缺陷，而是通向认知理解的关键一步。模型从像素级精确复现转向了语义级认知重构，这正是神经编解码走向深层理解的必要妥协。舍弃底层细节，换来极致语义表达能力与理解。量化评估中 ，PCC 与 RSA 2项指标均显示断层式领先。PCC 即皮尔逊相关系数，衡量体素级别的预测精度。RSA 即表征相似度分析，评估语义空间的匹配程度。与 BRAVL 和 MOPOE 这2个多任务基线的柱状图相比， MindOmni 的白色柱条远远高出其他灰色柱条的高度。这种差距被称为断层式领先，而非小幅提升。这证明统一框架保留了信号细节，同时保持语义质量。硬核数据证实多任务协同架构的压倒性优势。过去主流方法只是盲目的拟合大脑原始数据，如今的 MindOmni 充当低成本高效率的计算试验台，它能以前所未有的精度模拟生理刺激反应。模型不再简单复制，而是真正理解神经编码。这为认知神经科学提供了虚拟试验平台。传统神经影像实验不仅成本高昂，还受伦理约束。它填补了理论模拟到真实实验之间的鸿沟。研究者借此能低成本探索大脑认知机制。科学验证证实，模型精准复现大脑皮层的功能分区。模型准确预测了面部、身体和场景选择区的激活区域。面部选择区对应 OFA 与 FFA， 身体区对应 EBA， 场景选择区则对应 PPA 与 OPA 等区域。这些区域在标准神经科学图谱中已获确认。模型并非死记硬背数据，而是学到真实生理构造。它能根据视觉刺激类别准确激活对应脑区，这证明模型具备类似人类视觉皮层的认知能力。模型具备零样本预测能力，能对新概念生成大脑激活图。左侧输入大量家具和实物照片，无需对应 fMRI 数据。中间零样本预测模块直接将视觉刺激映射到神经空间。右侧输出预测的大脑拓扑图显示特定区域激活模式。这意味着科学家可以探索尚未扫描的概念对应的神经反应。这种能力源自模型学习到的跨模态语义对齐。零样本泛化拓展了研究边界，降低了实验成本，但预测精度可能受训练数据覆盖范围限制。模型在4位受试者的大脑信号上进行重建测试。
网格的行代表不同受试者，列对应4种刺激类别，从每个大脑重建出的图像主题高度一致且准确。虽然细节略有变化，但核心语义被精准保留下来，这彻底打破了以往一个大脑一个模型的局限。即使大脑解剖结构存在巨大差异，模型依然稳定。它学会了通用神经编码表征，而非记忆个体模式。这种跨个体泛化能力为大规模脑解码打下基础。模型当前存在2个核心局限：保真度流失和数据不足。向量量化压缩导致底层大脑信号部分失真，训练数据规模尚未达到语言模型的涌现门槛。这些限制在底层体速精度上留有改进空间。未来演进方向已经明确，而且极具前瞻性。框架将扩展至脑电图与脑磁图等模态。非侵入式采集打破功能磁共振的实验室限制。统一框架的终极潜力将在多模态数据释放。MindOmni 彻底颠覆了旧有的专业化狭隘模型范式。它首创大脑分磁器，完美跨越了模态鸿沟。硬核数据证实神经任务间存在巨大协同潜力。这些贡献让框架成为大脑基础模型的先行者。开源只是起点，大脑基础模型时代已然来临。研究者可在 GitHub 搜索 MindOmni 获取代码。该框架有望成为神经科学的通用计算底座。它支持多任务协同，并具备跨个体泛化能力。这些特性将推动神经活动建模进入新纪元。